人前他是身披僧袍、沐浴深深的虔诚师太，背地里他住着奢侈豪宅，出家期间不光结婚，还换过一次老公。休息的时候更会戴上假发，穿着丝袜出入娱乐场所，纸醉金迷。当警方突击搜查其禅房的时候，里面的奢侈品、假发、性感内衣与寺庙的破败形成了刺眼的对比。这位丝袜师太如何在信仰净土上一步一步沉沦的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——假尼姑案件。欢迎来到九五档案，我是威廉，这里是讲解奇闻案件、灵异故事的频道。如果合你的胃口，那你一定要点个关注。今天跟大家聊的故事是发生在香港新界的大埔区。大埔区呢，在新界的东北边，这里离港岛、九龙那些高楼林立、热闹繁华的地方挺远的。这边乡村的味道保存得很好，四周都是青山，满眼绿意。香港人一到周末，很多人都会跑到这边来爬山、露营或者随便走走。正是因为这里远离闹市，环境清静，也正好符合佛门修行需要的那种清静避世的感觉，所以香港不少的宗教场所都建在了这片区域，定慧寺就是其中之一。这座寺庙不算很大，是1921年由曾秀法师建的，最早叫做兰若园。到了1934年，寺里加盖了大雄宝殿，香火慢慢的旺了起来。1963年，寺庙改名叫做定慧寺，还注册成了非营利机构。1966年，茂瑞法师接了主持的位置。后来寺庙越来越破旧，直到1988年有香客捐钱重修。到了1993年，定慧寺重新开放，交给了初慧法师来管。再后来2005年的时候，初慧法师推荐了自己的弟子释智定接任了主持。这个寺庙本来不算很大，也就是香港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佛门清修之处。可是谁知道2015年10月14号这一天，突然来了15个香港警察，经过4个小时的搜查和问话，定慧寺的主持释智定，他的徒弟释妙慧、僧人释智光，还有一个印尼的佣人，全都被一起带走接受调查了。警方还公布了主持释智定的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，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。几十顶假发，国际大牌护肤品，奢侈品包包，还有那种很性感的丝袜，居然跟僧袍塞在同一个衣柜里。这一下，这位尼姑出家人的虚伪假面算是彻底暴露了。整个香港都非常的震惊。紧接着，关于主持释智定的各种八卦开始在全港疯传，各路小报记者轮番追着报道，爆出来的料一个接着一个。什么释智定的私生活轨迹啦，他怎么打着修缮寺庙的旗号跟信众要钱，结果自己买豪车，在香港买别墅豪宅。再看定慧师的账上，存款从670万港币一下子掉到了70万港币。寺庙的墙皮一碰就掉，白蚁到处都是，却压根就没见修缮过。这些反差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，一下子把小小的定慧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，也彻底把主持释智定的佛门伪装撕了个精光。舆论的深挖已经不光是盯着他现在的荒唐事，而是开始往回翻他的人生经历了。这个顶着主持身份干着敛财勾当的尼姑，说白了就是个特别会算计的俗家女人。她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过程，更是让所有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的。释智定原名叫做史爱文，1967年出生在吉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。他从小就挺精明能干的。那个时候农村条件很差，他不甘心过苦日子呀。20岁出头就跑到广东打工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香港经济非常的火，成了很多内地人向往的去处。史爱文在广东打工的时候，也隐隐知道，要是能够去香港干活，一个月挣的钱能够在国内干个2-3年。可是那个时候内地人去香港特别的难，他到处找蛇头，跟着一帮人偷偷的进了香港。没有合法的身份，
也没有什么本事，粤语啊说的也不是很好。史爱文在香港根本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只能够在一家小饭馆里洗盘子。为了尽快融入当地，他开始自学粤语。2年之后，粤语就说得挺溜了，能够正常的和人聊天了。后来他就去做服务员，虽然说算是融进了香港的生活，可是他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，让他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。他从朋友那里打听到，拿香港身份虽然很难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路子。只要跟香港人结了婚，一般结婚7到10年就能够拿到身份。虽然说过程特别的不容易，可是史爱文还真的就动了这个心思。1993年，26岁的史爱文当服务员的时候，跟店里的常客一个香港本地的货车司机陈伟荣搞上了。那个时候陈伟荣已经结了婚有孩子，岁数不小，在香港的收入也很普通。史爱文可管不了这些，一个劲的勾引他。慢慢的2个人就好上了。面对年轻的史爱文，陈伟荣那是百依百顺，没多久就跟老婆离了婚。史爱文成功上位了，他也凭着配偶的身份拿到了香港临时居留的权利。虽然能够合法的留了下来，可是没什么本事的他，在香港的生活依旧没啥起色。一晃7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作为配偶，史爱文拿到香港身份后，立马就跟陈伟荣离了婚，还改名叫做龙恩来，想跟过去的自己彻底做个了断。现在的他终于成了香港人。龙恩来这些年一直忍气吞声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在底层苦苦的挣扎。他特别想找一个快速发财的门路，可是一直也没碰上。2002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去了香港宝莲禅寺祈福。宝莲禅寺可是香港最有名、香火最旺的寺庙，每天来上香祈福的人非常的多。龙恩来发现，寺庙里的钱可真是太好赚了，而且里面的和尚尼姑还特别受人尊敬。一直过得不太如意的他，一下子就动了出家的念头。为了能够顺利进佛门，龙恩来收起了平时那股精明的劲，故意装得特别的落魄可怜，一心向佛的样子。他每天准时到宝莲禅寺，主动帮僧人扫地、整理经书、抄经献经，还老是在宝莲寺第6任主持初慧大和尚的面前诉苦，说自己看破红尘了，愿意一心修行。初慧大师心肠非常的好。再说那个时候，寺院对出家的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背景调查。一来二去，初慧大师就被他这身伪装给打动了。就在那一年，初慧大和尚给他剃度，赐了法号叫做释智定。龙恩来总算是如愿的踏进了香港的佛门，从一个底层打工的摇身变成了佛门弟子。出家之后，释智定虽然心思本来就不单纯，但是头几年他还挺用心的，每天吃斋念佛，把寺院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的。慢慢的就赢得了初慧大师的信任。初慧大师年纪大了，释智定作为小徒弟，一直负责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所以大师对他特别的信任。3年后，宝莲禅寺下面的定慧寺正好缺个新主持，初慧大师就推荐释智定过去。2005年，释智定按照师父的安排，到定慧寺当了监院，后来升为了主持。虽说定慧寺不大，香客也不多，但是释智定的愿望也算是实现了。他过上了安稳的日子，不用再为吃喝发愁了，手里还有一点权力，寺里大事小事全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，下面管着10多个僧人，也挺受人尊敬的。按理来说，只要他接下来老老实实的念佛修行，想落个好名声也不是难事。可是释智定当初他出家本来就不单纯，当自己能够做主的时候，管寺院之后，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变了味道。一转眼，释智定在定慧寺主持的位置上干了10年。2015年7月，有个香港地产开发商看上了定慧寺的地段，想建楼盘，就给释智定开出了上亿的天价要买地皮，还说另外再找个地方重修寺庙。
这些年，施治定靠着定慧寺主持的身份，过上了很滋润的日子。要是轻易的把庙给卖了，他这个主持怎么交代？施治定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地绝对不能够卖。他直接把开发商和跟来说情的官员赶出了寺院。这个做法让香港的佛教信徒都挺认可的。可是没有人知道，这场拒绝上亿、守住佛门的戏码，其实都是施治定精心策划的假象。他不卖地皮，压根不是守着佛门的规矩，而是想把它当成自己大肆捞钱的金字招牌。靠着之前拒绝收购攒下的好名声，施治定很快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敛财，手段又隐蔽又贪心。这些年来，他圈钱的路子可以说是多点开花。首先是借着修寺院的由头募捐，定慧寺确实建得很早，破的地方不少。靠着之前积累的声望，施治定搞了一个网络筹款，不少信徒出于善心，纷纷的掏钱，很快就凑了超过130万港币。可是这些钱呢，几乎没有一分真正用在修庙上，反而被他随便的挥霍。根据后来公布的账目，定慧寺日常管理的杂费从最初的9万港币，一年年的涨到了129万港币。这么个小庙，杂费竟然要129万港币。宗教和节日的费用也从他刚接手的时候每年45万港币涨到了每年128万港币。他管的这9年里，各种维修的费用将近500万港币。可是寺院却始终没啥变化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竟然把信徒们行善积德的捐款变成了自己的私产，用来买奢侈品和享受生活。他以维修费的名义报销了个人买东西的票据，包括昂贵的内衣、顶级的品牌化妆品，还用善款来支付自己的豪车开销，买豪宅。除了募捐，假结婚也是他圈钱的重要招数。作为一个出家的尼姑，施治定居然先后2次跟内地的和尚登记结婚，目的就是帮对方拿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，从中呢收取巨额的好处费。2006年，他跟一个23岁的内地商人刘建强结婚，等对方拿到香港身份之后就离了。2012年，他又跟一个38岁的内地男教师高武国结婚，对方马上就得到了法号释之光，并且还在寺里担任了重要职务，直到事情败露。除了这些，施治定还有好多敛财的花样。他伪造捐款单，谎称把59万港币善款捐给了内地景德镇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南山禅寺，私吞了这笔钱。他偷偷的占用官地，违规修了大概200个骨灰龛位，卖给去世的家属赚钱，导致不少的家庭后来没法好好的安置骨灰。他还要求寺里的办公室必须配苹果的电脑，自己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坐的是奔驰、宝马这些豪车，出入更是大手笔，花了4000万港币，用徒弟释庙会的名义，在比华利山买了一套联排别墅，生活奢侈的没边了。衣柜里塞满了假发，平常穿的衣服和名牌包包，私人浴室里堆满了名牌护肤品，就连他寺里养的2条狗，每个月买狗粮就要花5000港币。他的穷奢极欲跟定慧寺破破烂烂的样子形成了刺眼的对比，也跟他外表上清心寡欲的尼姑形象判若两人。这个纸呀，哪能够包得住火呢？施治定的伪装慢慢就露出了一些破绽。长期在寺里帮忙的义工，渐渐的就发现了有些地方不太对劲。而真正推动真相曝光的，把这桩佛门骗局给揭穿的关键人物，叫做翁静晶。翁静晶是香港有名的艺人，也是律师，还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，平时热心公益，尤其关注佛教寺院的发展，跟施治定有一阵子也走得非常的近。翁静晶本来是一心想着帮定慧寺修整修整的，期间没少发动身边的人筹钱筹物，可尽心尽力干了挺长的时间，定慧寺还是破破烂烂的，大笔维修费花了出去，却看不到半点修过的痕迹。慢慢的，
翁静晶的心里就起了疑心，稍微一留心，住持释智定的行为就露出了更多的马脚。翁静晶发现释智定好像很少在寺里诵经念佛，平时要么在房间里睡觉，要么呢就跟徒弟去商场逛街喝下午茶。除了寺庙里穿的僧袍，释智定的时髦衣服配饰还不少呢。有一次翁静晶无意间看到释智定的僧袍下面穿着丝袜，这也太离谱了。翁静晶开始对定慧寺的善款去向更加上心，进一步发现寺里的账目乱七八糟的，有大量不合理的开支。翁静晶决心查到底，不光雇了私家侦探暗中跟踪调查释智定的行踪，还写信给香港的财政司司长，要求介入调查定慧寺的账目。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，释智定的那些龌龊的事情被一件一件翻了出来，假结婚的婚姻登记记录，奢靡的生活的照片，伪造的捐赠单据，被挪用的善款明细，还有违规加建骨灰龛的证据，桩桩件件都让人发指。这么大张旗鼓的调查，释智定也察觉到了。他找到翁静晶，想用30万港币贿赂他，让他闭嘴。结果被翁静晶一口拒绝。证据确凿之后，翁静晶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当众的把释智定的所有贪腐行为全部抖了出来，还公布了相关证据。这一下子在香港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佛教界也是一片震动。2015年10月14日，香港入境处迅速介入调查，10多名警员赶到定慧寺，当场抓了释智定等4个人，搜走了结婚证、电脑、账目单据等一大堆的证物，指控释智定涉嫌虚假陈述、假结婚、非法逗留、挪用善款等多项罪名。经过漫长的法庭审理，释智定的罪名被一项项坐实。2017年，他因为贪污、虚假陈述、假结婚、处理涉案财产等好几项罪名，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，还得交罚款。名下所有非法得来的东西全部依法没收，包括那套比华利山的别墅、豪车，还有没花掉的赃款。佛教界很快做出了反应，注销了他的戒牒，永久开除了他的僧籍，公开谴责他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佛门戒律，玷污了佛教的清净和尊严。她的2个丈夫也因为相关罪名被追责。徒弟施妙慧因为帮他敛财、伪造单据，同样受到了法律的惩罚。释智定这个下场完全是他自己作的，他披着袈裟却忘了初心，顶着主持的光环，脑子里却全都是贪婪和欲望，最后身败名裂，啥也没剩下。而他一手经营的定慧寺也因为账目亏空、善款花光，最终落得个清盘破产的下场。这座曾经佛门圣地被他彻底糟蹋了，真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可惜。佛门本来是清净的地方，容不得有人乱来。要是既违背了自己的信仰，又触犯了法律，最后肯定要受到应有的处罚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95档案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。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。我是威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